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星星我啦，欢迎来到星星说鬼。感谢这期故事的投稿人玲玲，玲玲还提供了真实照片，但是为了保护玲玲家人的隐私，星星会打码处理，照片会放在故事的结尾，所以记得把故事看到最后哦。那听故事前可以先帮星星订阅点赞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，还可以让星星的频道让更多人看到哦，感谢你啦。那我们开始咯。你们有信奉什么宗教吗？在我们家呢，是非常信奉泰国佛和古曼童的。由于我妈是泰国人的关系，所以在泰国的外婆家呢，就有供奉着一位古曼丽姐姐。而我爸呢，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我们是定居在马来西亚的。在马来西亚的这间家，就另外供奉着2位古曼童哥哥。我们也是会时不时就跟我妈一起回泰国的外婆家过节。我还记得有一年，我们全家一起回去过泼水节。我的外婆家在清迈，是位于蛮偏僻山顶上的一个小乡村，整个村子的村民加起来还不到50人。虽然村子很小，但村民们的热情可是一点都不小啊！泼水节当天，村里的小孩也是玩得很嗨的，大家玩得很开心，很尽兴。但这时，我却发现我的对面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的举动非常奇怪。那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就一个劲的只对着我射水枪，完全不理会旁边其他的小朋友。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去理会他的怪异行为，就觉得是节日嘛，大家开心就好啊。很快的，玩到了傍晚5点左右，天色已经黑了。吃了晚饭之后，玩了一整天已经虚脱的我，差不多8点就早早上床睡觉了。星星，星星，星星。对，在我熟睡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听那个声音，他好像是从房间门外叫的。中午玩得好开心啊，我们继续玩啊！星星，你快点起来，我们继续玩啊！我被那个声音弄得很烦，想说都这么晚了，到底是谁还一直叫我出去玩啊？于是就要起身出去找那个人。但这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竟然无法动弹了，眼睛也睁不开，我是完全起不了身的。但是我的耳朵却听得很清楚，那个声音还在继续说：星星，你出来呀，你要跟我玩一辈子的。而随着那把声音说得越久，我竟然开始觉得呼吸辛苦了起来，意识也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。走开，不要来打扰我妹妹！走开！突然我听到了一把女生的声音，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立马就能起身了。我看了一下四周，房间里没有任何异样，除了窗外的虫鸣声，房内完全就没有人在说话啊。而我妈也还在睡觉，好像完全没事一样。虽然我实在很好奇刚刚的声音，但也不想吵醒我妈，就继续睡回去了。到了隔天一早，我就问了我的家里人有没有听到昨天的声音。要知道这个村子真的很小，如果这么大声骂人的话，一定全部人都会听到的。没有啊，我昨天睡得很沉呢，哪里有什么声音啊？啊，你是做噩梦了是吗？我也没听到啊。妈，你要去哪里呀？这时的外婆好像想到了什么事情，就马上起身走向家里供奉古曼丽姐姐的供桌前，伸手拿起了古曼丽姐姐的牌子。而外婆仔细翻查后，就发现，这个是……原来古曼丽姐姐的牌子后面竟然出现了一道很大的裂缝。于是当天，外婆他们就很慌张的带我去了泰国寺庙找师父念经，并且请求师父重新进行加持跟引导古曼丽姐姐去新的容器。师父在听了我的经历后，就告诉了我们事发的原因。原来那个地方有位去世了的小宝宝被埋葬在了那里，看到我们玩得那么开心，也想一起玩，最后也跟着我回家了。星星，
开！幸好家里有古玛丽姐姐，那天一定是她保护了我，帮我赶走了门外的那个人，牌子也才会因为挡了一个灾祸而裂开的。还不快滚！跟你们说吼，供奉了古曼童之后，真的会发生很多很神奇的事，而其中一件呢，就发生在我妈的身上。那天我妈因为工作的关系，需要外出到很晚才回家，而在回家的途中，好巧不巧的，她遇到了警察在前方路检查岗。哎呦，完蛋了啦！刚出门太匆忙，没有带到证件出门呢。Hello， 阿 Sir。Hello Miss 你好，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呀？阿 Sir， 我现在要回家啦。刚刚回公司处理一点东西啦，我还要赶着回家继续加班呢。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证件吗？阿 Sir， 哎呦，一看我赶去做工真的是手忙脚乱呢。哎呦，你们也是辛苦呢，这么晚还工作啊？这是你的儿子吗？这么晚了，车里还载着孩子。那没事了，下车要小心啊，你可以走了。那我先走了我妈当时虽然也是一阵困惑，但既然不用看证件了，那还不赶快走啊？差点就要中罚单了啦。不过他刚刚到底在说什么啦？难道是？没错，我妈突然想到，刚刚警察看到的应该是我的古曼童哥哥吧？因为我妈平时是不会带哥哥的牌子出门的，可是很奇怪的是，当天她出门前不知道怎么的，就突然感应到她应该要带牌子出门。而为什么警察叔叔看得见他，而我妈却看不见？应该是因为一开始我妈接他们3位古曼童回家的时候，就跟他们说了，别让我们全家人看到他们，因为怕会吓到妹妹，也就是我啦。最后有一个晚上，我妈她做了一个梦，她梦见了家里那2个古曼童哥哥进入了她的梦境。妈妈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可以去投胎转世了。妈妈，你是想要我们继续留下来陪你们，还是要我们去投胎呢？辛苦你们照顾我们跟妹妹了。你们就去投胎吧。我妈想着让他们去投胎，他们就可以好好的走了。而在同一个晚上，我睡到一半时，你们是谁？不要过来哦！不好意思，好像吓到你了，妹妹。我们有点事情要处理，要暂时离开了。你不要太想念我们哦。哈？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哭了？是的，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这2位哥哥是谁，但我的眼泪还是无法控制地流了出来。可能是我感觉得到他们对我一直以来的照顾吧。妹妹，不要哭啦，要听妈妈的话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妹妹的身边，继续保护妹妹的。对呀，那就再见啦。隔天一早醒来后，我把我做的梦也跟我妈说了。于是当天，我和我妈就去了我家附近的一间泰国庙。说明来意后，我妈跟师傅说想帮他们超度，让他们好好的去投胎。他们2位真的很爱你们，也很想继续保护妈妈和妹妹，所以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回到你们的身边的。当时我们全家人都觉得很感恩，但也很疑惑师傅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殊不知
几年后，我们就知道了答案。2年后，我的第一个弟弟出生了。再过了2年，我的第二个弟弟也出生了。我和我妈带着2个弟弟去找之前那位师傅拜拜的时候，师傅直接告诉我们，这2个弟弟生前其实就跟我们很有缘分了，而其实他们就是我们之前供奉的那2位古曼童哥哥投胎过来的。这下我才明白为什么那时古曼童哥哥说会很快回来我们的身边。师傅说，这种缘分不是新建立的缘分，而是过了很多辈子累积下来的缘分。当下我和我妈听到后都觉得很神奇，也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们真的遵守了他们的承诺，回到了我们的身边。如今我的2个弟弟已经长大了，一个13岁，一个11岁，2个弟弟现在都在那位师傅的泰国庙里做了和尚，因为他们相信做了和尚，帮助很多人，做很多好事，给我们家里积福，这样就可以让我们一家人累积了几辈子的缘分，继续延续下去了。怎么样？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很感谢你们看到这边哦，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星星订阅点赞，或者加入会员小小的支持星星哦。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了。如果还看不过瘾，星星这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现在就点进去看吧。最后，各位加入灵性鬼探社的社员们，干部阿燕、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、Clay、L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特别是荣誉社长陈伟志和 Nicolai 喵太，感谢你们啦！